上集说到，在所有人齐心协力的努力下，涌入联邦的丧尸被引到了庄园中心，接着便是一个惊天大爆炸。不到2分钟的时间，帕梅拉的庄园便被夷为了平地，连带着那数以万计的庞大狮群也都化为了焦土。第二天，罗西塔邀请了所有伙伴到家中聚餐，大家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不断，画面是那么的美好温馨。罗西塔强撑着虚弱的身体陪伴着大家，看着众人有说有笑的样子，他真的好舍不得这群家人，可惜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这时，加百利走了过来，他还不知道罗西塔的情况。You okay? Yeah. I had this birthday. I just remember this moment. 听到他这么说，老家眉头紧皱，总感觉今天的罗西塔很是反常。刚刚那话仿佛是不舍得留恋着什么。罗西塔见他投来询问的眼神，于是便凑到他的耳边，将自己被咬的事情告诉了他。听完，加百利愣在了当场，直到几秒过后，他才渐渐崩溃。原以为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没想到上帝会给他开这么大一个玩笑。在一旁的朱迪斯慢慢的收起了笑容，小家伙也猜到了不对劲。随后，玛姬和卡罗尔搀扶着罗西塔回到床上，众人开始一一向这位最亲密的伙伴道别。罗西塔或许不是整部刑事剧中最耀眼的角色，但却是最真实的。这个最美女神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为爱而活。即便世界崩塌，丧尸横行，爱与自我依然是他守护的全部。加百利为他做了最后的祷告。等完事后，为了以防万一，他将可可抱出了房间，送罗西塔最后一程的人是尤金。相较于其他老伙计，金宝的心情自然更为复杂。在尤金的陪伴下，罗西塔渐渐停止了呼吸。当年的3人组，最后却只剩下了尤金一人，不免让人唏嘘不已。转眼间，距离罗西塔离世已经过去了1年时间。尤金拿着鲜花来到了祭奠罗西塔的地方。尽管过去了这么久，他仍然时常想起这位老朋友。时间过得很快，他和麦克斯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女儿取名叫罗西，显然是对罗西塔的纪念。当然，联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没有了以前那些不平等的条例和阶级之分，也没有了玩弄权力的政客。早在1年前，以西结就被推选成为了新的州长，诺瑟成为了2把手。在2人的治理下，联邦内一片祥和，处处充满朝气。俩人也是深受民众们的爱戴和认可。尽管外边还是丧尸的世界，但以西结相信，只要大家团结一致，未来依旧充满希望。这时，人群中的康妮站起身来，兴奋地朝着一道人影跑去。正是我弩哥。在这1年的时间里，达里尔除了负责联邦前线的安全责任外，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时不时地外出寻找瑞克，几乎找遍了周边所有的区域。这时，莉迪亚和科尔来到了联邦，他们特意从山顶寨过来。除了代表马基看望这些老朋友们外，他俩还负责几个社区之间的信件传递。寒暄过后，莉迪亚拿出一个礼盒递给了朱迪斯，说是替个烦人的大叔带的。朱迪斯拆开后，里面正是那个被你老板拿走的指南针，旁边还有一封信。小家伙当即便明白了那个烦人的大叔是谁了。 Judith, this has always helped me find my way. I'm returning it to you now in the hope that it can guide you to your dreams.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use it. Negan. 他朝着四周看了看，遗憾的是并没有看到你老板的身影。2天后，达里尔等人来到了亚历山大。1年的时间里，这里早已重建了起来。现在联邦、亚历山大、山顶寨、海边宾馆彻底的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塔妈接替了兰斯大总管的工作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This is from Father Grant Congregation. Oh, you're generous as usual. Hey. Hi. Oh. I never thought we'd get back to any of this. I'd hope, but we're all very lucky. Not luck. It's effort. We have a lot to be proud of, friends. It's our family, our community, future. 1天后，他们一群人来到了山顶寨，这里在联邦的帮助下又回到了当初欣欣向荣的时候。Hey. Heard you wanted to talk? Yeah.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There's a lot out there to find out about. And I think it's time we did.
把鸡的意思很明显，已经开始为后边的衍生剧做铺垫了。在得知了卡妈不愿再去外边闯荡后，鲁哥便和他来到了河边道别。卡妈表示自己老了，想安定下来，这里的孩子们和几个社区的工作都需要自己，这次恐怕不会再跟努哥一起出发了。而努哥则表示支持卡妈的决定，既然知道了好大哥瑞克还活着，那么他将去更远的地方继续寻找瑞克，只是不知道这一走，何年何月才会再次回到这里和朋友们团聚。I'll keep making it better. You will too. It's not like we're never gonna see each other again. I'm allowed to be sad. You're my best friend. Come here. 过了一会儿，他要出发了。朱迪斯和 RJ 过来给努哥送别，两个孩子都非常舍不得干爹，因为在米琼恩不在的日子，达里尔是既当爹又当妈的照顾着两个小家伙，完全承担起了做家长的责任。I'll keep an eye on Dog. Keep an eye on Carol too, man. When I'm out there, if I hear anything, see anything, I'll find them both. We'll bring them home. All right? Carol, Yeah. you deserve a happy ending too. 小拽女的这句话真的是瞬间泪目。我努哥劳累了11个赛季，没人比他值得拥有更美好的结局。看着他那花白的胡子和眼角的皱纹，细细想来，这么多年，我努哥一直都在负重前行，他给足了所有人安全感，唯独辜负了自己。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一番告别后，鲁哥骑着他那心爱的小摩托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最后片尾，导演还给我们展示了第一季到最终季里那些熟悉的角色，其中又有谁是你的意难平呢？不管怎样，在末世的世界里，能活下来的人就是最大的赢家。 We're the ones who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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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the ones who live. We're the ones who live. We're the ones who live. We're the ones who live. 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本剧灵魂人物瑞克，导演也兑现承诺，给瑞克安排了一个出场画面。他似乎从那个神秘的组织里逃了出来，通过漂流瓶的方式和米琼恩进行了隔空交谈。I know you're back there. I know your brother is back there, just as sure as I know he's out there. Somewhere. Not just as a part of us. He's alive out there. I will find him. Because I know he's trying to find us. 这些年他似乎一直都在逃亡，而且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把自己的一些私人物品装进背包，还制作了一个漂流瓶。他想用这种概率极小的方式传递信息，告诉家人他还活着。他才刚将瓶子丢出去，天空中便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那个神秘组织的人追来了。慌乱之下，他也顾不得其他，直接将手里的背包蓄力一丢，扔进了废弃的大船里面。Consignee drawers. You've been located and are instructed to surrender. Remain in place with your hands up. Come on, Rick. It's like he told you. There's no escape for the living. Remember what I said. It's what he said. Hold it to your heart. It's true. Forever. We're the ones who live. We're the ones who live. 至此，200多集的行尸走肉终于是落下了帷幕。它是电视史上第一部正宗的丧尸电视剧，陪伴了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然而，它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完结，刑事宇宙的故事才刚刚开始。